大家好，我是元猫。千呼万唤，2025年的人口数据终于揭晓，全国出生人口仅792万，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2.4%，全年人口减少339万。这已经是我国连续第4年人口负增长，而且这个出生人口数量更是创下了有完整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据说这一数字相较于2024年暴跌了17%，若往前追溯，恐怕要回到18世纪乾隆3年，也就是公元1738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才如此之少。很多人在解释出生率下降这一现象时，往往将其归结为观念问题，他们觉得是年轻人不愿承担责任，个人主义盛行，不再相信婚姻和家庭。然而，如果仅仅是观念变化，又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福利高低，最终都会走向低生育率的结果。这表明问题并不出在某一种文化上，而是出在一种更底层的逻辑上。生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长期决策。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家庭是否选择生育，本质上都在考量同一个问题：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长达20年以上的投入，并且这样的投入是否值得。40年前，在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实施时，物资极度匮乏，很多人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却依然选择拼命生孩子。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谁家不是兄弟姐妹5、6个甚至7、8个呢？80后、90后的父母大多都有5、6个甚至7、8个兄弟姐妹，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我认识的一户人家，即便家中有人身有残疾，依然生育了3个孩子。为什么当年生活那么穷困，人们却还要拼命生育呢？别说是出于爱或者传宗接代的考虑，因为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在的人和几十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过去生孩子是一项高回报、低成本，甚至可以说是稳赚不赔的投资。那个时候，生孩子的意义远不止于延续香火，更在于尽可能多地抢占社会资源。首先，当年的资源分配机制与现在截然不同，尤其是50年代初期的土改阶段，国家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然后按照人头进行平均分配，新生儿落户就能分到一块地，而且土地归农民私有。这和含着房产证出生有什么区别？不过土改只持续了3年，1952年之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虽然生个孩子不能再分到土地，但新生儿落户后可以分得口粮。上半年出生的孩子当年就能分到，下半年出生的孩子第2年开始分。此外，蔬菜、柴草、布票、煤证、自留地、宅基地等都是按照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分得的资源也就越多。这种按人口配置资源的分配规则，才是当时多生多占现象的核心原因。所以，可别小看50后、60后的爷爷奶奶们，老人家们当年虽然不富裕，但是可都是含着粮票出生的，而现在的娃都是含着信用卡账单出生的。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分一份口粮，多分一份土地。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老一辈，尤其是老一辈农民对生男孩的执念，很多人将其归结为农村思想落后。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肤浅，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因素。当年虽然从国家政策层面规定自留地按人口均分，不分男女，宅基地按户分配，与性别无关，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农村只给男孩分配宅基地的情况十分普遍，生男孩有宅基地，生女孩则没有。在这样的潜规则下，重男轻女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一切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有一本经济账，归根结底都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城市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改革开放以前，人口流动性较低，农村家庭生孩子就可以分农村的资源，城市家庭生孩子就分城市的资源。城市的资源主要就是工作岗位，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当然，工作岗位存在一定的差别，大学生有适合他们的岗位，退伍军人也有相应的岗位安排。但只要拥有城镇户口，哪怕是没有学历的待业青年，也会被统一安排到国企或集体企业工作。不过，这些岗位与农村户口无关，只有城市户口才能参与分配。而且，当年的国企职位与如今的打工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国企职位比日本的终身雇佣制还要大包大揽，一个职位背后绑定的是医疗、养老、教育、旅游、退休福利，甚至还有福利分房。当年的国企，无论规模大小，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社会资源，每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国家要多分配一份社会资源给这个家庭。
大家不妨扪心自问，如今除了电网、烟草、石油等行业，还有多少工作能像当年的职位一样绑定社会资源且终身雇佣呢？换句话说，即便是现在的欧美高福利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甚至是被誉为福利典范的北欧国家，新出生的孩子最多也只是每月能获得一些奶粉钱补贴，这与计划经济时代能终身分得集体资源的情况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整个50年代都是越穷越生，到了60年代，城市里的岗位就不够分了。于是国家开启了上山下乡运动，后来持续了30年的高生育，终于让国家把僧多粥少、人均资源不足写进了课本，把计划生育定成了国策。蛋糕是真的不够分了。不过直到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城市户口依然与国家分配的岗位和资源紧密绑定，所以在这样的分配机制下成长起来的50后和60后，即便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下，仍有人想方设法多生孩子。一切的转变发生在90年代。一方面，国企改革打破了终身雇佣和福利分房的制度，户口与社会资源的直接绑定关系被切断。紧接着，1996年全面取消大中专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一切都变得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这个时候起，生孩子这件事的投资回报率就从稳赚不赔变成了风险投资，甚至几乎完全成了一种终身高消费行为。掐指一算，如今正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的婚育高峰期。这一波人，他们从未体验过90年代以前的那种资源分配机制，自出生起面对的就是投资回报率极低的养育环境，甚至可能对生孩子还能稳赚不赔这种事听都没听过，也根本不相信。说到生孩子的成本，几十年前的养育成本极低，几乎没有额外的开销，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副碗筷而已。孩子长到6、7岁就可以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在农村，10来岁的男孩可以放牛干农活，女孩则可以做饭做家务，直接为大人分担劳动压力。那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很贫困，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缝缝补补又一年，直到实在不能穿为止。而且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老三带老四，父母几乎不用操太多心。我有一个亲戚，家庭条件在当时还算不错，在40、50年代，他们家生育了8个孩子，而且运气很好，其中7个都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老大参加工作后，就开始供养一个弟弟或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老二工作后再供养一个，父母的负担就这样被分摊出去了。所以如果计算投入产出比，当年养孩子的投入极低，但回报却极高。正因为如此，过去人们在没钱没条件的情况下依然拼命生孩子，这并非是不理性的行为，而是极其理性的选择。而如今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但本质上依然是出于理性的考量，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恰恰发生在90后成为主要生育人群之后。70后、80后情况稍好一些，是因为他们赶上了一部分时代红利，经济高速增长，就业相对容易。当90后真正进入生育阶段时，问题便全面爆发了。前面我们提到过，90后这一代人从小就没有体验过90年代以前的那种资源分配机制，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生孩子稳赚不赔的好事。90后的父母大多是60后、70后，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也遭遇了教育内卷。90后的童年和成长经历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养育孩子，尤其是把孩子培养好，绝对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更别提什么回报了。为什么会出现教育内卷呢？这本质还是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变了。现代社会按照学历和能力进行分配，孩子们从小就参与竞争，分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70后、80后年轻的时候，流行去外企，进世界500强，进互联网大厂，因为那时这些代表着高薪和高回报。到了90后这一代，考公上岸，进入央企国企又成为了热门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分配问题，体制内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与国家资源的分配和绑定有一定的关联。90后无论身处农村还是城市，童年都在拼命读书，努力考上大学。然而毕业后，他们却发现找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即便找到了工作，也难以保证长期稳定。再加上疫情的冲击，收入的下降，物价的上涨以及房价的暴涨，生存压力陡然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再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养孩子的投入产出比彻底失衡了。现在养育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保守估计
至少需要100万，在一线城市甚至需要更多。而对于很多90后来说，自己一辈子都未必能攒下100万，让他们拿出这笔钱去养育一个孩子，他们本能的会感到恐惧。更重要的是，这100万花出去，并不能保证孩子将来能有稳定的回报。孩子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工作，即便有工作，也未必能长期稳定，甚至可能过得比父母还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90后自然会做出选择。生孩子是一项终身高消费，不能轻易生，自己没这个消费能力。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西方国家同样存在，或者可以说，在目前全世界通行的这套资源分配机制下，低生育率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正常现象。而像中国50、60年代那种特殊的分配机制所引发的超高生育率，反而不太正常。只要生孩子依然是一件高消费、低回报的事情，大多数人就只能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这本质上是一种对长期风险的理性规避，将自己的人生路径、收入预期和生活方式全部绑定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结果上，从来都不是一种理性行为。现在的孩子出生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放养，孩子们之间会相互攀比，别人有的东西，自己的孩子也得有，于是养育成本迅速失控。从这个角度来看，2025年792万的出生人口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了。单纯的补贴政策效果始终有限，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现金支持，并不能改变一个家庭对未来20年风险的整体判断。